无人机深入俄境内，多个机场被迫关闭，俄运输机被炸毁。乌军导弹空袭库尔斯克弹药库，俄海军陆战队旅总部被摧毁。制导炸弹命中俄军指挥中心，乌军开创全新作战模式。法国正组建联盟向乌克兰派兵，德国援助导弹防空系统。乌克兰持续研发新型导弹，多款已投入实战或测试阶段。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袁山，请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据俄罗斯媒体报道，12月22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附近的一处弹药库，导致发生爆炸。据推测，这座弹药库可能隶属于活跃于库拉霍夫前线的俄罗斯第150摩托化步兵师。乌克兰近日还对距离边境约1000公里的俄罗斯城市喀山发动了一次重大无人机袭击，这是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中最近一系列愈发猛烈的空袭行动之一。我们看到上传至俄罗斯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乌克兰无人机至少撞击了3座高层建筑，瞬间引发巨大火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2架无人机撞上了一栋37层高的公寓楼。他提到，乌克兰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报复俄罗斯举办喀山金砖国家峰会。实际上，这些无人机可能受到电子干扰，真实目标是喀山的俄军火药和直升机工厂、军事单位和飞机制造厂。喀山是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首都，也是俄罗斯最大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中心之一，是俄罗斯的第6大城市。与此同时，位于莫斯科以东约800公里的喀山机场也成为乌克兰主要攻击的目标，遭受3波袭击。喀山东北部的小城市伊舍夫斯克以及距离喀山约650公里的萨拉托夫机场也暂停了航班起降。目前因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个机场已经临时关闭。近期乌克兰特工在俄罗斯境内的行动愈发频繁，多次实施破坏性袭击。最新消息显示，俄军一架安基2军用运输机在莫斯科附近的奥斯塔菲耶沃机场发生爆炸，并被完全烧毁。据悉，这架运输机的主动力装置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至整个机身，并伴随连续爆炸声。大火还波及机场内的跑道和维修设施，目前还没有其他飞机受损的具体信息。乌克兰情报局证实，这架安基2隶属于俄罗斯海军，价值约450万美元。然而，乌克兰方面并没有直接声称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外界认为这也可能是俄罗斯境内的游击武装所为。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也在不断升级。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22号，乌军大规模无人机空袭奥廖尔州斯塔尔诺伊孔地区的一座石油库，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引发了剧烈燃烧。目击视频显示，大火迅速蔓延，夜空中火光冲天，甚至海面也燃起了火焰。这是短短10天内乌克兰对奥廖尔能源设施的第2次袭击。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码头周边传出间接性的爆炸声，持续约半小时。据悉，该石油库长期为俄军提供导弹燃料支持，此次袭击对俄军后勤补给造成重大影响。除了奥廖尔，俄罗斯梁赞市也在昨日遭遇袭击，梁赞的炼油厂、北部机场以及工业区均成为无人机目标，具体损失数据还没有公布。而罗斯托夫地区则突发4起爆炸。俄媒拍摄的视频显示，乌军无人机来袭时，俄军防空系统试图拦截，但未能成功。爆炸后，城市笼罩在浓烟和刺鼻的气味中。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正逐步显现成效。据彭博社的分析数据，2024年俄罗斯石油产品的日均海上运输量预计为220万吨，比2023年减少 9%， 比2022年下降 1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昨晚的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将坚定针对俄罗斯军事基地和其他目标展开打击，
并计划更多依赖国产无人机和导弹。他强调，这些行动是乌克兰捍卫自身安全的公平之举，并感谢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无人机对俄本土的袭击已成为常态，袭击规模和力度不断升级，让外界对俄罗斯的承受能力充满疑问。近期，乌克兰还多次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动用远程导弹，前几日曾向罗斯托夫地区发射10枚风暴阴影导弹，暴露出其防空系统的脆弱性及愈发严重的问题。另外呢，据俄军方军事社交媒体披露，莫斯科、圣彼得堡和特维尔等地连续发生警车纵火事件。目击者上传的视频显示，多辆警车在街头被投掷易燃物后起火燃烧，火势迅猛，吸引路人围观。目前俄罗斯官方还没有对此事件做出回应，而基辅方面呢，也没有对此负责。不过，从纵火的手法来看，这次事件疑似为有组织的行动。在库尔斯克，乌克兰对雷尔斯克地区多处俄军目标发起攻击。第155俄罗斯海军陆战队旅的总部被摧毁。据推测，乌克兰使用了美国提供的 ATACMS 远程导弹，并可能搭配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系统。导弹碎片的分析显示，这是一次精确的多点打击。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报道还显示，12月21日夜间，乌克兰发射多枚远程导弹，其中1枚成功命中雷尔斯克的俄军弹药库。袭击导致弹药库发生猛烈爆炸，现场燃起熊熊大火，迅速蔓延，伴随着持续数小时的2次爆炸。火灾的蔓延严重影响了雷尔斯克的基础设施。袭击后，城市几乎全境断电，供暖系统也遭到破坏，88栋住宅楼因管道损毁而停止供暖。在气温低至零下10摄氏度、降雪覆盖的情况下，城市居民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与此同时，俄军向普列霍沃西北方向推进，但进展缓慢且付出巨大代价。还有消息指出，俄朝联军在战斗中遭到乌克兰火炮与无人机的重创，尤其是朝鲜士兵伤亡惨重。乌军第95空突旅在北部防区前沿阵地2至3公里处全歼了一支朝鲜军队。尽管俄军取得了缓慢的战术进展，但也付出了巨大伤亡。乌克兰第47机械化旅一名营长表示，俄军近期改变了战术，由此前主要依靠步兵的人海冲锋转为强化装甲突击，投入了大量坦克，并调动精锐的海军陆战旅和伞兵参战。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游骑兵第6团正在库尔斯克前线执行了渗透行动，成功摧毁了俄罗斯和朝鲜军队的阵地，取得了显著成果。另外，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战场的交火尤为激烈。乌克兰第17重型机械化旅发布的视频显示，在侦察无人机发现俄军机械化纵队接近阵地后，乌军迅速使用重炮和无人机实施精准打击。在俄军后撤时，第17旅还动用集束弹药覆盖四散的俄军步兵，造成严重损失。乌军战报指出，第92旅、阿喀琉斯营、第116机步旅、第114领土防御旅及第1总统旅协同作战，粉碎了俄军的多次进攻。此外，第95空突旅在北部防区前沿阵地成功歼灭了一支北韩军队。上周，乌克兰海军陆战第36旅还目睹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俄军的坦克和装甲车纵队竟然像阅兵一样，有一辆4轮摩托车作为引导车打头前进。这一幕让人不禁联想到老电影中那些骑着自行车、穿着白衣的伪军在日军前面开路的滑稽场景。乌克兰在前线战场也取得显著进展。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继续对俄军装甲纵队展开打击。第414营的马加尔支鸟部队利用无人机摧毁了一辆俄军 T72B3 坦克以及4辆 BMP 战车。乌克兰空军还在顿涅茨克的佩特里夫卡地区巡航时，发现并锁定了俄军的一个临时指挥中心。随后，乌军战机发射数枚制导炸弹，精准击中目标。袭击引发剧烈爆炸，浓烟久久不散，目标建筑群被完全摧毁。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成功击退俄军的多次攻击，并向皮查内南部发起反击，迫使俄军进攻受挫。
俄军尽管持续对波克罗夫斯克发起进攻，但始终未能拿下这片战略要地。乌克兰第425突击营在 MRAR-ODS-SK 战车的火力支援下，清理了一个俄军据点，暂时稳固了该区域的防线。另外，乌克兰第425旅在波克罗夫斯克战区几乎已成为主力部队。周末，他们与发起进攻的俄军机械化突击纵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成功将其击溃。外界还发现，近日俄罗斯军队在波克罗夫斯克对乌克兰阵地发起进攻时，全体士兵搭乘民用车辆，这样的场景颇为罕见，最终行动被乌军成功击退。据富比士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拍摄到一支由7辆皮卡和轿车组成的车队驶向乌军阵地。乌克兰军事博主于21日发布相关图像，称其中一辆车还挂着苏联时期的国旗，并因此遭到了特别照顾。最终，俄军的行动被乌军成功击退。实际上，俄军在缺乏装甲车的情况下，长期依赖摩托车、越野车和货车将步兵送上战场。然而，全部使用民用车辆参与进攻的情况极为罕见。据悉，俄罗斯每年生产的步兵战车数量可能不足1000辆。而冷战时期的装甲车库存几近耗尽，例如科斯特罗马州的装甲车基地几乎已经空无一物，导致前线部队难以获得足够的军用车辆。不过，这种特例并不意味着俄军整体陷入困境，相反，可能是为了加快进攻速度，不惜动用民用车辆展开战术行动。情报机构前线情报洞察指出，俄罗斯通过小规模、持续的进攻尝试，逐步寻找乌军防线的弱点。虽然这种方式损失惨重且难以长期维持，但在短期内已被证明具有一定效果。在库拉霍沃方向，乌军孤军坚守城西，与俄军展开彻夜血战。尽管补给和撤退通道被俄军炮火封锁，守军依然誓死捍卫阵地。与此同时，乌军对达尔尼和乌斯佩尼夫卡进行反击，有效阻止了俄军的进攻步伐。在恰索夫亚尔方向，乌军击溃俄军对 H32高速公路南部的进攻企图，巩固了该区域的防御。在东部哈尔科夫州库皮扬斯克方向，过去几天，乌军第116旅和第92旅清剿了超过300名俄军人员，并摧毁了大量装备。俄军多次尝试发起进攻，包括徒步进攻，但均被乌军火炮、集束导弹和无人机的密集打击所击退，损失惨重。乌军还在奥斯基尔和以西防御战中击退了俄军5支机械化部队的进攻，守住了阵地。在库皮扬斯克战区，近日一段俄军发起进攻的视频引发关注。画面显示，由2辆坦克、3辆 BMP 战车和一支突击部队组成的俄军纵队，对乌克兰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然而，经过多轮交战，俄军5次进攻均被乌克兰守军英勇击退，未能突破防线。另外，在哈尔科夫北线，乌军开创了新的作战模式，在利普奇镇方向，乌军首次部署了一支无人作战系统部队，摧毁了俄军阵地，并歼灭一个俄军步兵连。这支部队由数十种地面无人战斗装备组成，包括无人坦克、喷火坦克、步兵战车、扫雷系统和布雷系统，并与空中无人机协同作战，展现了全域战模式。这一技术突破标志着现代战争进入人机协同作战的时代。这场战斗是人类首次完全依赖全机器化装备作战的案例，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影响现代战争。在赫尔松，乌军成功阻止俄军突破水仗企图。乌军无人机部队第14独立团摧毁了一辆俄军价值200万美元的终结者火力支援坦克。这种坦克以其强大的近战能力闻名，能够压制敌方火力和摧毁防御工事，但在乌军的精准打击下未能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的 F-16战斗机也被认为正在为未来的大规模反攻做准备。ISW 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指出，最近2天，在伊凡诺、日托米尔和赫梅利尼茨基等地，已记录到14架次 F-16战斗机的飞行活动。这些战机在执行拦截俄军导弹和无人机任务的同时，展示出乌军飞行员日益娴熟的技术。分析认为 ，F-16的频繁行动表明，乌军可能正在为空中反攻积累经验。
俄军近期加强空军基地防务的部署，很可能是为了应对乌克兰战机带来的潜在威胁。从无人装备到 F-16战斗机的活跃，乌克兰在战场上展现出的技术优势，正在重新定义现代战争的形态。人工智能、无人系统以及现代化空战力量的应用，不仅提升了乌军的作战效率，也对未来的战争模式带来了深远影响。外国援助方面，由于欧盟国家在向乌克兰派遣部队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法国决定另辟蹊径，计划组建由5至8个意愿坚定的国家组成的联盟，共同向乌克兰派出维和部队。这一举措旨在绕开那些行动迟缓的伙伴国家，以推动实质性进展。据路透社12月20日报道，法国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当天将在华沙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就派遣欧洲部队至俄乌军事分界线的可能性展开讨论。这条分界线可能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后建立。消息人士称，乌克兰局势将是2位领导人会谈的核心议题，他们将探讨如何确保乌克兰能抵御俄罗斯的猛烈攻势，并在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报道称，巴黎和伦敦早在上个月就已讨论过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也与波罗的海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了类似磋商。然而，华沙当时并未被列入准备派遣军事特遣队的国家名单。一位欧盟高级官员强调，即便战争结束，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的威胁仍将持续，因此各国有必要采取措施确保乌克兰的安全。他表示，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显然没有。如果欧盟不能积极参与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那么整个欧洲都将面临风险。这一计划不仅展现了法国在应对乌克兰危机中的主动性，也凸显了部分欧洲国家对维护区域安全的紧迫感。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另一套 IRIS-T-SLM 导弹防空系统。这套系统包括3辆发射装置，每辆可携带8枚导弹，射程达40公里，并配有指挥车，能同时跟踪和发射多达24枚导弹。该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目标识别能力显著强于 AIM-9M 响尾蛇导弹。泽连斯基感谢德国的援助，表示这将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另一方面，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就职后仍计划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尽管他曾表示希望尽早结束俄乌冲突。川普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能促进以实力求和平。他还预计将推动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从 2% 提高至 5% 的 GDP， 虽然只有23个成员国达到了这一目标。荷兰政府于12月21日宣布，荷兰与其合作伙伴已经向塔林机制投入超过2亿欧元，以提升乌克兰的数字和网络安全。塔林机制是由荷兰主导的一项国际援助行动，旨在通过筹集资金，加强乌克兰的网络安全，并培训网络安全专家，同时帮助建立卫星通信系统。与此同时，12月19日，俄罗斯黑客攻击了乌克兰的司法系统，导致系统瘫痪。然而，乌克兰的计算机技术人员迅速排除了故障，避免了数据丢失。美国媒体报道称，拜登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公布最终的安全援助计划，用以耗尽剩余的援助资金。此项援助包括防空系统和导弹，其中包括3000枚知名的陶式反坦克导弹，价值约12亿美元。由于这些援助将通过生产渠道提供，而非直接从美军武器库调拨，因此部分产品预计需要几个月才能交付。此外，拜登政府目前仍有11.3亿美元的援助额度，这也将是其最后一笔援助。根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乌克兰近期大幅增加对新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研发投入，试图将多个武器研发项目推向量产，以在俄乌冲突中争取军事优势。尽管目前成果有限，但包括海王星、地狱、圆面包和最新测试的云香等导弹已投入实战或测试阶段。海王星反舰导弹
是乌克兰基于苏联时期 Kh-35导弹改进而成的一款武器，其射程超过300公里，结合卫星导航和主动雷达制导技术，具备高精度打击能力。俄军事专家科尔涅夫指出，乌克兰依托苏联遗留下来的技术和资料，能够持续改良并实现这类武器的量产。圆面包无人机巡航导弹以低成本和700公里的射程为主要特点，被认为是乌克兰的秘密武器之一。而地狱无人机导弹则以简单的设计和数量优势为核心，射程在300至500公里，通过大规模发射来尝试突破俄军的防空系统。12月1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云箱巡航导弹完成测试。作为一款亚音速巡航导弹，其射程在500至1000公里之间。专家分析指出，该导弹技术类似美国的战斧，可从陆地或海上机动发射装置发射，并通过卫星导航系统进行控制。此外，乌克兰正在研发雷霆2弹道导弹，其射程可能超过500公里。尽管俄军的精确打击对其研发构成障碍，但专家认为乌克兰有可能生产出类似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武器。面对乌克兰的导弹研发计划，俄罗斯军方对其防空系统的能力充满信心。军事专家列昂科夫表示，俄军装备的 S-400、S-500 和山毛榉 M3 等防空系统能够有效拦截乌军现有或新研发的导弹。他提到，近期实战中，俄防空系统已成功摧毁多枚乌克兰导弹，但在大规模攻势中，仍有部分导弹可能突破防线。乌克兰在导弹研发上的投入，显示了其军工体系在战争中的顽强韧性，同时也反映了西方技术支持的重要性。专家指出，乌克兰希望通过新型武器给俄罗斯防空体系施加更大压力，从而延长战争进程。而俄罗斯则需持续完善防御措施，确保防空体系的稳固性。